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唐人晚间新闻。今天是美东时间10月27日，星期一。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川普乐意再会金正恩，称与马斯克重修旧好；美国首都与北京姐妹城市解除议员要真相；中国考公人数增2.3倍，7000多人抢一职位；想统战却翻车，国台办开脸书，被追于朦胧案真相。您正在收看的是新唐人晚间新闻，在美国纽约总部为您播报。美国总统川普本周展开亚洲访问行程，从马来西亚飞抵日本，并且预计前往韩国。川普周一在空军1号上与记者交流，谈到朝鲜半岛的局势、美中贸易谈判，以及他与科技界人士伊隆马斯克的关系已经修复。下面请看本台记者大金玛丽的报道。Just a couple of weeks ago, President Trump said that the U.S. is in a trade war with China, and he threatened an additional 100% tariff on China as China curbed its rare earth exports. But now things seem to have cooled down on that front, as President Trump is projecting optimism about a potential trade deal with China as he arrives in Tokyo for the second stop on his Asia tour. This does come amid uncertainty, though, about how the president's talks with Xi Jinping on Thursday will go and whether China will actually keep its word. Take a look. I think we're going to come away with a deal, but I really feel good. Our country is doing so well economically. It's doing so incredibly well. 在被问及是否愿意再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晤时，川普表示他随时愿意。川普说，如果朝鲜有意，他愿延长亚洲行程以促成会面。We'd like to meet them around so I can be right over there. 川普也谈到与特斯拉执行长伊隆马斯克的关系，表示两人已经重归于好。川普接着回顾近期的外交成就，宣称在任期解决了8场战争。在被问及是否考虑再次参选，川普表示没有明确的排除第3任期的可能，但否认会以副总统的身份重返白宫。他透露将于明年初访问中国，而中共党魁习近平之后也将回访美国。Now, looking ahead to President Trump's schedule today, the president is set to meet for the first time with Japan's new prime minister, Sanai Takaichi. This is someone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spoken very favorably about, as she was close to President Trump's late friend and former prime minister, Shinzo Abe. President Trump will then visit the U.S. troops aboard the USS George Washington and return for a dinner with business leaders.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大金玛丽以新美国日本连线报道。纽约市长普选进入最后一周的倒计时，周一提前投票进入第3天，选民投票踊跃。纽约市5个行政区选民投票人数创下新高。下面请看记者的报道。我们现在来到曼哈顿中城费尔德曼投票点。今天是纽约市长大选普选提前投票的第3天，在过去的2天中，提前投票人数已经超过16万，同比上次普选的头2天，总人数超过5倍。其中，曼哈顿有49191人投票，王后区38791人，布鲁克林49432人。55岁以上选民占总投票人数1半以上。分析认为，对前州长库莫有利。周日，美国联邦众议员亚历山大·科尔特斯和参议员伯尼·桑德斯在纽约王后区集会上背书马莫达尼。These are not normal times. This is not a normal election. Childcare, buses, rent, and our rights. Here in New York City, it is the jewel and the center of all that is possible in America. 马布达尼也重申，重新谈判城市合约，冻结低收入居民租金，建造更多经济适用房，和提供全民儿童保育的计划。I voted for Mamdani. I'm a renter, like most New Yorkers, so, I think there needs to be property tax reform for luxury units. 还有选民表示，希望有实惠的物价，生活上的其他费用不要上涨。I hope my property taxes don't go up.
I wish for more affordable housing and our grocery prices go down.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于良上镜纽约采访报道。周一，南加州华人孙耀宁在洛杉矶联邦法院正式认罪，承认他在美国非法充当中共代理人，帮助中共外宣，并且渗透美国政坛。在周一的庭审当中，孙耀宁承认，在2022年到2024年期间，他曾非法代表中共在南加州担任代理人，执行中共的宣传工作，打击异议人士。而他最终的判决将在明年2月进行。孙耀宁65岁，曾在中共军队服役，后来定居美国，活跃于南加州华人社区。多年来，他组织各类大型活动，宣传中共思想，庆祝中共节日。他担任过亚凯迪亚市副市长王爱玲的竞选经理和密友。孙耀宁承认，他听从中共指示，在与王爱玲共同经营的面向华人的网站上发布亲共的宣传内容。王爱玲当选后第2年，孙耀宁向北京报告，争取更多资金，在美国进一步宣扬中共，并打压台湾人、西藏人以及法轮功等意见团体。在中华民国前总统蔡英文访美期间，不少亲共分子到现场抗议。孙耀宁向中领馆官员实时汇报蔡英文的行踪，并寻求批准在他经营的网站上发布相关文章。另外，孙耀宁和南加侨领陈军合谋渗透美国地方政治选举，两人曾草拟一份可能接受中共收买的政治人物名单。陈军已经被判20个月监禁，罪名同样是非法充当中共代理人。法庭上，孙耀宁对自己所做之事全盘承认，充当中共代理人，并且没有依照法律通知美国司法部长，他将面临最高10年的监禁和3年监督释放。检方和孙耀宁辩护律师都拒绝发表评论。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张博元、林永峰，洛杉矶报道。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日前举行听证会，揭露中共迫害宗教。在刚刚过去的周日，洛杉矶部分华人在中领馆前集会，谴责中共。数十位华人喊着口号，打着标语，高呼信仰自由，要求中共停止对信仰和宗教团体的迫害。法轮功是修行真善忍的，从这一点，其实法轮功对于我们坚持中国的传统的那种内心的善良、忍耐，还有真实，都是非常好的。法轮功群体呢，它本身是一个宗教的一个信仰，那么这个信仰严格来说，它是一个应该是有自由的。我遇到的跟他们去交流的话，我觉得还是很 nice 的人。与会人士表示，中共对信仰自由的迫害，毁掉的是中华民族的良知。如果没有信仰的话，人们就不知道为什么而活着，没有活下去的力量和信心。一个没有信仰的国家，没有信仰的民族，它是没有底线的，他做任何事情都是无所顾忌的。他们表示，中共把统治政权强加于人们的信仰之上，希望全世界的人们都能站出来推翻中共。共产党可以胜利很多次，但是只要人民胜利一次，共产党就会垮台。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杨洋、林永峰，洛杉矶采访报道。下面请您收看本期的美国聚焦。周一，美国联邦政府关门进入第27天。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共和党在改善医疗保健体系方面有很多想法，但民主党必须先结束政府关门，才能展开具体行动。We believe in the private sector and the free market and individual providers, their acumen, and we say that if you take the government off their backs and allow for real competition again in healthcare, you will improve its quality and you will bring down its cost. 周一，美国农业部在官网上公告，参议院民主党人已连续12次投票否决为粮食券计划提供资金。简言之，资金已告枯竭，11月1号之后将不会发放任何福利。SNAP is a federally funded program.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efficient, and the largest hunger relief program there is in the country. A pause on that is going to affect, just in North Dakota, 48,000 individuals. 美国太平洋舰队证实，周日下午，隶属尼米兹号航母的 MH-60R 海鹰直升机与 FA-18F 超级大黄蜂战机先后在南海坠毁，2起事故共5名机组人员全数获救，情况稳定。对此，美国总统川普回应。I mean, it's possible, it's bad. Feel very unusual that would happen. 海军表示，相关原因还在调查当中。
随着市长选举进入最后阶段，纽约市长民主党候选人马姆达尼周日在王后区举行纽约不出售集会。We are going to freeze the rent for more than 2 million rent-stabilized tenants and use every resource at our disposal to build housing for everyone who needs it. We are going to eliminate the fare on every single bus line.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上镜纽约报道。今年8月，华盛顿特区与北京多年来的姐妹城市关系被悄悄移除，引发联邦关注。近日，多位参议员联名致函特区市长，要求告知真相。下面请看本台记者的报道。好的，主播。自1984年起华盛顿特区就与北京建立了姐妹城市关系，一直保持并多次延续。而在2个月前呢，这项协议突然从市政府网站上消失，官方却没有任何正式公告。上周五，联邦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汤姆·科顿、里克·斯科特和泰德·巴德等共和党参议员向华府市长鲍泽发出致讯信函，要求他说明与北京的姐妹城市关系是否已经正式结束，并提供所有相关协议文件。今年7月，布莱克本在参议院推出相关立法，禁止华盛顿特区与中共、俄罗斯、伊朗和朝鲜等敌对国家辖区维持姐妹城市关系。议员们表示，这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确保美国与任何外国城市之间的协议不被中共等敌对政府用作渗透、推广软实力或是打压异议声音的工具，并呼吁共同维护美国的核心价值与国家安全。众议院也在此前推出了哥伦比亚特区姐妹城市诚信法案，要求特区在180天内解除与这些敌对国家的关系，否则将被禁止使用联邦资金进行国际交流。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在声明中表示，在华盛顿特区，公民享有言论、请愿和集会的自由，但在中共统治下的北京，中国人民却没有这些权利，这使得这种姐妹城市关系尤其令人不安。截止目前，华府网站没有恢复北京为姐妹城市的名单，但也没有正式宣布终止双方的姐妹城市关系。本台将持续为您关注最新进展。下面把镜头交还给主播。广告之后，您将收看到中国考公人数增2.3倍，7000多人抢一职位。欢迎回来。近年来，中国经济恶化，就业市场严峻。数据显示，中国考公人数5年激增2.3倍。今年最抢手的是一个女警长的职位，吸引了7000多名女生报名。2026年度中国公务员录用考试报名在10月24日晚上6点截止。根据中公教育统计，截至当日下午，报考总人数已经达到3515251人，比去年同期增加近26万人，但招录人数比去年减少1602人，为38119人。尽管招录规模缩减，但报考人数是2021年度的2.3倍，再创下历史新高。而这次报名人数最多的是移民管理局瑞丽遣返中心执行队1级警长及以下职位，限女性报考，只招录1人，但竟有7591人报名。这个就是中国经济社会状况的一个真实的反映。私营企业呢招工不足失业人口越来越多，所以这些年轻人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政府。中共要维持它这个专政机器，现在呢就会极力的过高这些政府，造成的这个政府过于臃肿，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从政策的角度来看的话，年龄放宽是一项诱因，但是如果我们是从结构面来看的话，就业压力增强，使得公务员的职位吸引力大增。据报，2026国考报名人数前10的职位中，3个来自税务系统，2个来自铁路公安，而报名人数排名前10的全是税务部门，吸引超过236万人报考。从用人的机构角度，税务部门作为公共财政的重要环节，那它的人才需求以及职责的社会意义较高，也可能使其更易成为所谓的热门选择。税务部门它
非常有油水啊，有这些作弊啊，有这些腐败啊，有这些这个显然也是反映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腐败严重。另外，今年国考报名年龄上限从35岁放宽到38岁，应届硕士、博士毕业生放宽到43岁。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运、秋月采访报道。中共国台办罕见翻墙，开设脸书账号。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宣称要加强两岸交流，但是账号一开张就被网友留言洗版，焦点落在了于朦胧事件和中共的言论审查。最新的进展是，国台办周日再度发文，引发新一波的舆论战。下面请看记者的报道。中共国台办10月21号脸书页面开张，短时间内涌入成千上万的留言，版面迅速失控。大量的留言追问于朦胧的离世真相，要求立案调查，也有人洗版64跟中华民国的国旗。一开始呢，国台办大量的删文，不过留言涌入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小编似乎无力应对，放弃删除。国台办被戏称正在接受言论自由的震撼教育。有台湾网友询问能否帮忙寻根，找寻大陆亲人，调出国台办回复我们可以帮忙。另一人秒回我要找于朦胧。连有名气的艺人都可以轻易的被虐待杀害，那消息还被全面掩盖，也让台湾人看到了中共滥权和贪腐的体制性问题，看到了中共对人民的草菅人命。因此呢，台湾没有人想当下一个于朦胧。脸书属于中共封锁的网站，必须透过 VPN 才能使用。国台办被批双标，带头翻墙。而百万网红波特王也留言，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随后遭删除。中共最近做了几个大动作，包括在脸书成立国台办发言人账号，那新华社发表了署名的统战文章，那驻美大使谢峰也在美国宣传台湾光复纪念日，以及呢推出了电影《澎湖海战》的预告片等等。那这些动作都传递了一个信号，就是中共在对国际社会发动认知战。账号发布长文，台湾问题的由来和性质，重申一中立场和9·2共识。不过网友并不买单，留言多要求于朦胧案的进度。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加强对台新闻发布，推进祖国统一。目前尚未对于朦胧案做出回应。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夏文月上镜纽约报道。广告之后，您将收看到加拿大安省广告惹议，川普不满，美加谈判受阻。周末，加拿大安省持续发布含有里根总统关税演讲的广告，这让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加拿大额外加征10%的关税。周一，川普进一步表示暂停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上周末，川普宣布对加拿大加征10%关税，指控安省在美国世界大赛期间持续播放误导性反关税广告。周一，川普表示，新关税的生效时间还没确定，他暂时没有计划和加拿大总理卡尼面谈。They totally changed that to say that he did because they're catering to the Supreme Court, because Canada's been ripping us off for a long time, and they're not going to rip us off anymore. 安省省长福特高调表态，认为反关税广告达到预期目的，引起美国对自由贸易和美加合作的关注。加拿大总理卡尼则表示 We had made progress to repeat, and we stand by the progress that had been made. The government of Canada does. We are ready, when appropriate, to pick that up. 亚省则赞同停放广告，他们主张透过外交与善意合作达成协议，专注于美加在能源等领域的共同利益。而卑诗省省长则宣布将于11月推出全面向美国观众的反关税网络广告。加拿大钢铁和铝业是关税冲击最严重的行业之一。美国最初征收25%关税，部分产品后升至50%。最新的额外10%关税将使情况雪上加霜。许多全国性的商业领袖对安省发布广告的行为持保留态度，认为地方政府不应该干预联邦的对外贸易政策，以免使问题复杂化。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薇、林夕，加拿大报道。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近日宣布，将对从中国进口的卡车车身启动反倾销以及反补贴调查。这项行动被视为两国经贸摩擦升温的又一个信号。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这次调查针对卡车底盘上的承载结构，主要是为查明中国厂商是否以低于公平价格向加拿大出口，或通过政府补贴获取不公平竞争优势。如果确认倾销行为，加拿大可能会采取临时关税或反补贴措施，保护本地制造商。随着中国进口产品激增，价格下滑，本地厂商面临订单减少、销售下滑和利润受压等冲击，产能利用率和就业情况也受到影响。加拿大国际贸易法庭将于12月23日前判定中国进口卡车车身是否损害本地产业。加拿大边境服务局计划在2026年1月22日前针对倾销与补贴问题作出初步决定。这起调查正值中加经贸关系紧张之际。2024年，中国对加拿大油菜籽、海鲜与猪肉加征关税，以报复加拿大对中国电动车和钢铝产品的惩罚性关税。本周，加拿大总理卡尼将在 APEC 峰会期间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面，加中贸易未来走向备受关注。新唐人电视台记者舒灿，加拿大报道。广告之后，您将收看到。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华山球迷村迎接2026世界杯。纽约的地标建筑洛克菲勒中心将在明年夏天变成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球迷村，让全球的球迷观赛和互动。活动将于明年7月4号到7月19号登场。现场规划有大型荧幕转播、音乐表演以及世界杯传奇球星现身，让民众在城市中心就能感受世界杯氛围。The eyes of the world are going to be on us when we're hosting this fan village, and for us to be able to do it right here in such an iconic space, one that I think really speaks to welcoming the world to this region, is one that I think makes us really proud and really excited. This moment belongs to all of us. Fans, family, and friends coming together through the universal language of football. Next summer, in this very spot, you will see the most epic global fan fest experience for the FIFA World Cup 2026. 美国上次主办世界杯已是30年前，这次纽约新泽西地区将举办8场赛事，包括决赛，预估为当地带来超过3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Soccer has a magic that brings the world together, and right here in the heart of Manhattan, the global energy is coming alive. This fan village will serve as the ultimate watch party destination for fans from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随着2026世界杯倒数展开，纽约正于最具象征性的地点展开迎赛准备，以迎接全球球迷，共同见证这场足球盛会。新唐人电视台实习记者宁修综合报道。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晚间新闻，祝您晚安，再会。